咱们就是那个，你可以敞开了说，就是没有任何限制的说才好玩嘛，就随便无所谓的都可以，怎么着都可以。然后我们再看，就是比较随意一点嘛，比较随意一点。好的，对，好啊，所以我们就开始啦 ，OK？ 好的，开始了。然后我问一下，你喜欢怎么样称呼你自己？第一个问题。我是 Mabel，我是来自澳洲的海蜇 Mabel。OK。好，Mabel，那你觉得自己是什么类型的海蜇呢？我觉得我是他的生命粉、战斗粉。如果要是你非要让我说，如果你非要让我说什么姐姐、妈妈什么的吧，那我就算是姐姐粉吧，因为他让我非常想要保护他。好，我觉得你如果是这么说的话，那么姐姐和妈妈的界限其实很模糊的。那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大家说妈妈粉是什么意思。我不是特别明白。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那个妈妈粉感觉就是有点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就希望他好呀，然后希望，怎么说呢，有那种事业型的妈妈。我不知道以前这边那个说的那个有几种那个叫虎妈，就是那种 tiger 妈，就是逼着自己孩子一定要那个没有，我没有任何的要求，就是只要他好我就高兴。虎妈还有推妈，就是那种特别使劲 push 小孩做这个那个的，还有那种没有，我没有这样。对，还有羊妈，就是放羊养大的，就是妈也有很多种嘛。都可以。那我觉得我算是个姐姐粉，没有什么要求，没有任何要求，对，没有什么 expectation， 没有。好，那你能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样落进折坑的吗？我觉得我这个落进折坑，然后彻底躺平，应该有3个比较重要的原因。那第一个原因肯定就是这个大家永远也绕不过去的《山河令》了。应该说这个电视带给我的这个感动，好多年来就都已经不曾有过了。我看这片其实看的特别晚，我是去年8月份出事儿了以后，我才知道这个人。你是8月份之后才看的？对，因为我那岂不是那种热乎的好饭都没有吃到过？对，就后来我认识了别的海蜇了以后，大家都说我特别可怜没有享过一天的福。我说真的是这个样子。哎呀，真的是。自从认识他了以后呢，每天都在痛苦流涕中度过，这个到现在都没有能够改进。所以当时呢，他出事儿了以后，我知道这件事儿以后，9月份我开始想，那这个剧我要不要看一下？然后呢，我在看之前的时候就看了挺多的这些豆瓣的一些影评我记得当时看过一个洗脑包，让我印象挺深刻的。人家说这天是这个第1集不好看，你应该略过第1集，后面就全程看。对，好，大家都说是这样。对，我也不知道，我就相信了。然后第1集看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留心，而且我也本来也没有什么 expectation，这个片子能有多好看，没有任何的想法，我就在胡乱拖动，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然后就是特别巧，在拖到应该有到了30几分钟的时候吧，就是演到周子舒在易容那个地方，然后当时呢有一个镜头的特写，他的眼睛，然后他把那个面具戴上去了，当时拍的是他一边那个侧脸。昨夜东风把心吹落到空城，落入凡尘息无声。几轮指纹刻下年轮的虔诚，用情太深不可证。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就一下把我抓住了。我立刻就说，好有意思，我好好看一下吧。然后呢，我就从第1分钟开始仔细的看，这一下就一发不可收拾。我想我大概是然后就沦陷了，是吧？你连着看了4遍，连着看了4遍，没有停的看了4遍。
然后呢，周子舒那自己的 cut 的这些东西就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就已经。但是呢，就很奇妙的，我想很多人也有了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在每看一遍的时候，会发现，哎，其实有很多东西我第一次没有理解到的没有细节，看到，对，我第二没有次看到，对，都有了更深的认识，然后就会很不自觉的，就这也是非常自然的。每多看一次，我会发现，哎，我的眼光就全被阿旭所吸引，别人我就没有再看，即便他没有台词儿，他没有做什么，你就会一直在去看他。很神奇，这个感觉真的非常神奇。然后就是这个片他好像是一直就在那个人物的情境里，哪怕是他只在银幕上站那么一个小角落，但是他的那个情绪一直是在里面的。所以你的眼睛就是你的眼睛，只要一去看他那里总是有戏，哪怕是他不说话，他什么也不做，但是他永远是在那个情境里。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33集，33集不是他那个就是在那儿打嘛，然后他的整个的那个温客行的那个那个计谋成功了嘛，然后就是但是所有的人的对，但是所有的人的眼光都在，我不能说所有人吧，至少我全部的心情或者说我全部的关注点全都是在怎么办？阿旭拔的钉子怎么办？他该怎么办？对吧？然后就是他就说温客行复不复仇呀？或者说他怎么打，怎么样就拔剑耍帅，完全没有在意。我完全没有在意，我就是在边边角角找哪里把镜头带到了阿旭一点，有没有？阿旭怎么样了？他要怎么样了？那去一餐，泪已难看，江山未老红颜旧，人别离，不忍却又别离，托红颜难去，不知此心何寄，红颜旧，任凭斗装心意，唯不变此情悠悠。就是特别的就是被他整个就拖进去了，感觉。只要他一出现，大家的 focus 就会在他的身上。对，你的眼睛再也不会看别人，没错，你的眼睛再也不会看别人。然后这个片呢，其实这个片子除了周子舒以外，当然这个剧情是 OK 的，虽然有很多后面崩塌的地方，但是台词很好，用了很多的古诗词，然后歌曲也都很好听，就真的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看那个 TVB 武侠剧的感觉，所以是真的很好。是的，然后确实是。这个剧情我觉得大家讲的太多了，我也没必要特别的重复，但是很让我特别吸引，让我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阿旭在这个剧中的这个表现，其实他的表现很多地方，他没有什么大开大合，很让他，要大喊大叫或怎么样给他一个高光，其实并没有，但他就是通过他的眼神，他的很多细节的动作，把这个人物很好的表达出来，弥补了剧情的缺陷。其实我觉得吧，一个好的演员啊，他的表现永远是要收敛的。就说你不能说，就是你不能是说那种大开大放、大喊大叫的，而是就说你永远在表达方面是有节制的，就是要留那个余地，要留一点白。这是中国那种最好的一个对，它是那个中国比较含蓄的这种表现。就说我永远不会说我有10分劲，我10到11分。用什么110%，永远不是，我永远是只用到8分，用到9分，而不会把我所有的力都努出来，那样就过了。对，没错，是这样。然后呢，其实你看他当时他的这些，因为我知道他后来设计，因为看花絮知道他设计了很多小的动作，设计了很多本来没有的台词，所以都把这个剧情丰富的特别好。你看，从那一开始第1集的时候，他当时要离开天窗，他视心如死灰，他当时那个眼神是很空洞的。你看他的时候，他眼睛其实穿透你，是没有任何的情绪的。对，就说明他当时我不想活了，我要放逐我自己。然后后来对，所以好多人说他，就是说眼睛呆滞，说他死鱼眼嘛。
就是不这也是这个是当时他心情的表示，就应该是这样的。对呀，所以就好多人说第一集不好看，因为那个张震翰是死鱼眼，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没有了解这个剧情，他当时的眼睛就是应该是死的，就应该是要那个样子，因为他当时是不想活了嘛，他对人生没有任何的希望。然后后来你看他到了第2集开始，他换上这个盖靴这个衣服，他做了那霸王船，他说：“哎，老子就做霸王船了。”那时候他眼睛里面就有了一些生气。你说我做霸王船？对，说的就是你个孬孙。那我就坐霸王船了。哎，别跑！哎，你站住！你这个臭孬！就立刻就不一样了。然后后来他行走江湖，他捡了一个徒弟，他找到他的师弟。其实，在每一集的变化中，他越来越有烟火气息了。他看人的眼神越来越温柔了。他每一集都是不一样，这些都是他每集都变化。而且你要想到，他不是按照顺序拍的。他整个这个片子不是按照顺序拍的，而这个就说这就是演员在戏外做的，这就是演员的功力啊。对，他在戏外做的功夫，没错。所以就是特别的感动，真的就是他太好了，真的就是永远的这个白月光。所以这个片子看完了以后，被他吸粉，我觉得非常正常，所以就很自然的开始考古张震翰。所以第2个原因让我更入坑的就是开始考古他。你看他长得这么好看，那这就不用说了。他演戏这么好，歌唱了也很好，也会作词，现在又能作曲，可以弹钢琴，现在又能弹吉他。所以说，作为一个偶像艺人也好，作为一个实力派的演员也好，他其实已经包含了所有能够有的专业要素。所以让我来说的话，我觉得从4大天王以后，我还没有看到过有哪个艺人是这么全面的。他是真的什么都好。然后他其他的这些又是一个运动全能王。篮球 MVP， 高尔夫一杆进洞，潜水、滑雪、射击，让你说简直是，哎呦，觉得是这样子呀，油然而生的一种自豪感。然后当时呢，我曾经就是给我一个就是一个同事了，鬼老同事安利过他的一个剪辑的视频，就是他那些各种运动的剪辑视频，参加什么极限挑战啊，什么跳轮胎在一起，我给他看。然后我同事讲这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真的说到我心里去。他说，This guy has tried and excelled everything in his life. Yeah. 抢断了，是张震翰啊，张震翰1打2，变向上了，漂亮！迎着赵爽把球上进，2+1。他是演员吗？你告诉我。这谁带来的？这不知道谁带来的？谁带来的？哇，这下太厉害了！而且我们看就是在转换过程当中高速高空之路。我当时说，哎，这句话讲的真是太对了，真的说出了我的心声，真的是正中原心哈 ，right on the target。对，就是啊。然后你看到那些采访，你会发现，他每个采访都是言之有物的。你看到这个孩子他是很聪明，还有他对这个。对他很有深度，他对对人生看待是很通透的，然后他又这么真实，这么可爱，从来不吝于表达自己，展示自己。其实你不要说在娱乐圈里这是一个异类，就是在一个现实生活中，你想找到一个这样的朋友，其实都是不容易的。因为你想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如果你不能够打开你自己的心扉，不能够去分享别人你这些内心很深处的想法，你是很难拉近人与之间的关系的，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对他来讲，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喜欢一个明星会从这个他的艺术层面上升到对这个人的喜爱会这么的真实，非常非常非常难得。所以对我自己来讲，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初恋就掉到他的坑里的，为什么没有掉到别人的坑里？这个太正常了。而且你看他后来开始写文章了以后，他不是说他说真实的力量远远大于完美的力量。但是我怎么看呢？因为完美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相对的事情，对，没有一个一定的标准。我觉得他呢，张震翰因为真实，所以完美，我就是这么感觉的。是的，对，是的。我觉得他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只要是了解他的人，就一定会喜欢他。我就是这么觉得。你这样说的好，我原来有一个叫话是叫什么？叫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子见了都要爆胎。跟这个最后一句我不知道。
没错，名副其实。然后还有一点让我真的是就彻底垂死躺平在这个坑里，就是他的粉丝了。因为我进微博特别忙，我是去年时候年底才开始进微博，因为以前我也不会用，我也没用过。当时呢，我进微博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个大家给他做的这些，哎呀，各种产出，唱歌的、画画的、剪视频的，还有像邹二坚这样的，把他这些角色的整理、综艺的整理、杂志的整理，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非常深、非常深的爱才能做得到的，真的不容易。是的，是的，然后确当时实就是我当时在没有彻底入坑之前，有个让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儿我不是特别记得这个时间线，但是印象中应该是在李老师出来之前。当时有一个医护人员的海哲，他好像是去外地支援这个 COVID，他当时穿了这个防护服，他在身上写的这个张震撼请加油，然后他还说别人路人看到他还给他鼓励。我当时看到这个微博的时候，哎，我当时真的是特别感动，我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悔的模样，爱你对峙不绝望，不肯孤武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看透命运的墙，爱你和我那么像，最后都一样。去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啊，以最卑微的梦，直到黑夜中的午夜雨后。所以你说，确实是你想一个被这么多人这样爱着的一个人，那肯定是人间值得呀。肯定是人间值得。所以入坑的这是毫无疑问的，绝对不会再改变的。毫无疑问，在坑里躺平。没错。而且躺得很舒服，非常好。哎，很好，很好。这个非常荣幸成为了水母的一员。这个总结的很好，非常有条理，非常有条理。好，谢谢。好吧，那个，哎，我们还是稍微注意一点时间的问题哈。那个，不过，真的，我就觉得。是这样的，我要说一下，因为上一期吧，那个剪了40几分钟，然后就总觉得，哎呦太长了，谁会看这么长的呢？然后我就想去 cut，怎么也要 cut 成30分钟左右吧。其实30分钟也很长，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敝帚自珍的感觉，就什么都不舍得，就觉得，哎呀，这个说的太好了，我不舍得 cut， 那个我也不舍得 cut， 最后就是看了半天，最后 cut 了不到1分钟，后来我想，索性算了吧，就不要 cut 了吧。对呀，没事，我们今天看，我们尽量简短，哎，不是，是这样的，就是。叫什么？海哲全都是话痨，就简短不下来，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倾诉欲没有得到机会发泄。对，这也是我们开这个访谈的一个。那这也是我们很有深度的一个表现，对吧？我们都是言之有物的。那这么说。对，没错。OK， 好，我们还是走流程吧。下一个问题。好，你喜欢怎么样称呼他呢？我喜欢叫他小疯子，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叫他小哲。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特别喜欢，我喜欢叫他小疯子，不过后来也习惯了，就跟着大家叫呗。我跟我自己的好朋友，我们聊天的时候，我都是说小疯子，小疯子，小疯子。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就觉得特别可爱，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对，我喜欢这么叫他。疯子的话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吧。别人都说不疯魔不成活。或者说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趁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大家都应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哪怕是自己能力不够也要去尝试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才没有白白年轻过。要不然到了老了的时候，你再回过头来想去做这件事情，也许你已经没那个能力。不疯魔不成活嘛，我想他肯定也喜欢被人这么叫。好，当然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这个跟这个上课令有关的，你也这个说了他在里边的各种表现，但是你能说出一个你印象最深的地方吗？就是一下把你不一定是说一下把你抓进去或者什么的，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个，不管是高光啊，还是他的安排里边，哪个给你的印象是最深的呢？
非常多，但是我想一个特别打动我的一点，就是在27集的时候，同生共死的那个场面，哎呀，不是正片播出的那个，不是正片播出的那个。你说的是花絮里边的那个。对，花絮里边的那个，就当时呢，在叶白衣推开了以后，但是他这个话术，很多人讨论过很多遍，他这个话术怎么经典把叶白衣逼退。我当时特别感动的就是他当时他的头靠在温可欣的肩上，他说温可欣那一滴眼泪，Oh my God！ 对，他说他当时说温可欣要是我没猜透你的心思，遇到叶白衣打算怎么办呢？然后这句话讲的时候，眼泪从眼角掉下来。就说到一半的时候，眼泪对，这个啪就感人了，就打在了我的心上。我的天，因为他的心情当时肯定也是很复杂的，他可以 OK 松了一口气，这敌人终于逼退了。他心里是有恨的，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但是他控制得很好，他不会讲任何让对方难受的话，不会说哎呀你怎么这样，他不会去blame 他，什么都不会，他就是很自然的说你打算怎么办呢？你知不知道我都为你做了什么呢？所以哎呀，而且他的那个，而且他的那个就说他不是要哭出来。他就是说，他当时演他不是要哭出来，他是要控制着自己不要哭出来。但是说到一半，那个嗓子微微一哽，然后那个眼泪哗就掉下，而且只有一滴眼泪，你知道吧？就那一滴眼泪啪一下就砸到了我的心上。没错，就他的哭戏真的是特别的好。后来看他别的一些电视会发现，是啊，真的是太好了，太美了。太美了，而且他自己说的哭也要哭的美。拍很多戏的时候，特别是古装戏，最重要的是美，美很关键。你哭的时候也得美。一个一个都死在我面前，最后连九霄也死了。没几天了。什么没几天了？师父，你不会的。无心，他精神健忘的很，即刻施术还来得及吗？温公子受伤，我们可以去找叶行。来不及了，南疆圣药已经被我吃了，真的来不及了。就算神医谷主在世，尽人事，听天命。既然天命已尽，其他的也就不必讲究了。没错，其实你看我们对她的形容词，对，就全部都是那些形容女孩子的词，但是放在她身上完全不违和。她真的是雌雄同体，就是她的美，她的好，就是男生也罢，女生也好，她真的是综合了所有的这些亮点。而且她不是那种让我第一眼看到就特别特别惊艳，但是越看越好看，越看越觉得她哎真是完美。就是说，其实怎么说呢？这种外貌的美丽吧，给你的冲击只是那么啪一下，然后你总看着她，你就说也不是说不觉谁的美，而是说你这个美就让你习惯了，就是不会有这种持续的这种惊艳的感觉，而他这给你的这种持续的惊艳的感觉，是他的那种内在的焕发出来那种人性的美，对，是那种人性的美。我那会儿跟我的一个那个朋友，因为我在跟他安利《山河令》嘛，那个他说，哎呦，我说我不吃那个男主的颜，我说他不是颜美，我说你要去看他整个迸发出来的是那种人性之美。然后他因为我在微信上跟他说嘛，然后他就惊了，你知道吧？他就给我发了好几个感叹号，他说这个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非常罕见而且非常高的评价，你认为合适吗？他就是很质疑我，你知道吧？我说你看了就知道合适不合适了，你知道吧？对，其实就是他的气质，他散发出来的就是很独特的这个魅力，而他换一个发型，换一个衣服，他马上的散发出来这个味道就立刻不一样了，就是另外一个人。
对对，真的很神奇，就是的确有很多很多面，所以就是各方面的加持吧，就让你觉得他真的什么都好，而且他确实什么都好，我必须要这样说，就是什么都好。好，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要不然就说这个说这个小领可以直接再说2个小时，我觉得。没错，我换一个话题。换一个话题，就是除了这个领以外哈，你还看过他什么剧集啊、综艺啊，或者说舞台的这个表现啊，就是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他的剧其实他主演的剧我都看过了，其实很多都不错，虽然大家有人说，哎呀，有些是烂剧，其实真的没有。就是那个《半妖情深》，我觉得这片其实真的也不差，它里面扮相非常的好。综艺呢，而且那个就是那个姨妈头，谁能 hold 得住那个姨妈头？其实，而且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很帅，好吧？里面的衣服都很好看，穿警察的衣服也好，穿那些风衣也好，明明很帅，而且这个深情的人设很好嘛，哪里不好？我觉得挺好看的，我觉得。然后《云溪传》啊，《如意芳菲》啊，这些《如意芳菲》其实我觉得蛮喜欢的，他的那个人设其实很好了，比《云溪传》要强。因为我看《云溪传》的时候是去年很黑暗的时候看的，那时候看了觉得很痛苦，因为他在剧中有被人诬陷，甚至有点凄惨，你跟他现实生活这些焦虑联系在一起，当时看得非常的痛苦。就是太带入。太带入。对，但是这片其实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每个都，即便是像那个很早那个《我为公狂》，他在里边那个九阿哥那个扮相非常帅。他没有好好演一个那样的轻装戏，其实蛮可惜的。综艺来说呢，那些运动的综艺就不用说了，每个都那么好看。但是就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那个演员请就位，他演面具的那一集的时候，他当时揭开面具的那一刹那，就是他女朋友揭开面具，不是前面的2个女生，真的女朋友揭面具那一刹那，其实真的就你以前会觉得就说什么揭面纱这都是美人，都是女孩子做的，但在她的身上就是这么的惊艳，就是我没有办法理解，就是为什么会给我带来那么大的震撼和感动。那个揭面那一个镜头，我看过一遍以后，我真的再也忘不了了。而且他那个面具里边不是就说3个人，不同的人揭面纱吗？他的眼神是不一样的，他的眼神是不一样的。他看他真的女朋友的那个时候，他的眼里是有真情的，你知道吧？是一直是有感情的，就是他的，所以就是这个看人的温度是不一样的。对啊，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演员，哎，我也不能说他是全身演技最好了，但是真的非常棒。最起码在我这里来看，我觉得他是真的非常棒，非常太能够打动人了。因为其实艺术这个东西也是很主观的，不是说一个人唱歌技巧最好，你就最喜欢，打动你就是最重要的。但他就全部做到这一点，最重要就可以了。别的东西不是重点，别的就不是重点。对，说的非常好。就说那你最喜欢他身上的什么特质呢？就是他的这个性格呀，或者是什么上面，他的哪个特质是最让你印象深刻的？这个，我想就是通过外在跟内在2个方面来讲，外在上面真的是他的笑容，特别的抓住我。我是真的觉得他的笑容可以让冰雪溶解。我认识他了以后呢，我就是才能够特别理解到，就是李宗盛曾经有一首很老的歌《鬼迷心窍》。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不了。我是真的终于明白了这首歌的意思，看到他以后。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8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8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
就是说实际上，哎，可能也是你入坑很晚的原因吧。因为8月份以后入坑的，真的8月份之前。那个我们的日子过得简直是不要太幸福，很开心的，每天简直是就快乐的不得了，真的，因为有新鲜的，所以我特别可怜，对啊，因为有新鲜的折可以看，然后他每一次就出来，美给你看，可爱给你看，然后笑给你看，就是你只要一看他，就那个心情就好到无法形容，你知道吧？他只要一笑，真的觉得好高兴。你看他这次6月1号的时候，他那个稻香的时候，他那一笑，哇，大家都激动死了。终于笑了，终于又看到笑了。然后我终于看到了一个新鲜物料了，这对我来讲是第一次嘛，所以我特别珍视那个视频。然后是的，就是真的是对，然后内在方面有2点，我是特别的佩服他。就一个是 persistence， 一个是 resilience。因为我觉得这2点其实是一个人成功的关键，而且是很多人其实根本就做不到的。你看他能够为了打篮球，能够日复一的这样做这样的练习，然后他自己很多名言警句，他不是一直在说，他说只要我再努力一点，那可能我就成功了。其实他很坚强，他很努力。就像我们来讲，我说我今天不要熬夜，我说我今天我要做运动，我都不见得能够做得到。对，就摆烂了。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人，就让你怎么能够不去喜欢他？然后 resilience 就不用再说了，他经受了这么多的挫折，篮球打得这么好，后来腿受伤不能打了。可是呢，他能跟自己和解，去打高尔夫球，他总能够在逆境中给自己开出另外一扇窗，走出另外一条路。是的，就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潮牌。所以说，这2点的特质是我自己非常非常欣赏，而且我认为这就是成功的关键。一个这么优秀的人，他的成功是肯定是必然，他需要就是一个契机，这样的人就不可能不成功。你能做到这2点，就不可能不成功。你看我们当时，因为我记得好多年看那个 Founder 那个电影，就是那个 McDonald's 那个建立者，他当时也就讲，他 persistence 就是成功的 key， 因为你没有这一点的话，你再怎么聪明，你再怎么有天分，是没有用的，你都不会成功的。是没有用的。所以像他这样有天分，他又这么努力，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你怎么可能会不喜欢他呢？所以我太欣赏他。是的，是的，好，我们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进了这个他的坑以后，你有哪些个改变呢？你自己有什么变化？这么说吧，我觉得我进了这个坑以后，其实张震撼改变了我，打破了我所有的做人原则。我的天哪！比如说像以前吧，我会觉得，就小的时候大家都追过星，但那时候就只是局限于 OK， 我看这个明星电视，我买他的 CD， 我买他的 DVD，就是这个样子。我会觉得去机场接机啊，去探班呀，这种事都蛮傻的，因为我会觉得人家会觉得我很傻。因为别的明星，我从来会觉得明星可能不会对他粉丝怎么样的在，但是粉丝对明星很重要，但是他们不会把粉丝当一回事儿。但张震撼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如果我有机会回国，如果我有机会可以见到他，那我一定会去探班也好，接机也罢，拉横幅说我爱你也好，我都干得出来，绝对没有问题。我也不会害怕被别人笑话。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其实我对 social media 我不是还感兴趣哈。我以前除了 WeChat 以外，我什么都没有用过，而且在网上我也从来不会发言，我连点赞我都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后来也真的因为去了微博以后，去了 YouTube， 我就看到其实每一个海蜇姐妹都这个群体真的非常的温暖有爱。就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想到粉圈原来是可以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现在认识这些朋友，其实很多都是我认识一个很好的朋友，在微博上面。对我当时就是私信他，对很多事情的这个看法都变了。就是以前对这些个不会做这些事儿的，对，不管是追星啊，或者说什么，在一个小群体里边参入到一个这样的群体里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有一个人就好了。然后后来我当时有微信就私信一个朋友在微博上，后来我们俩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俩经常一起唱歌啊、发歌啊什么这类。然后因为其实每个人因为到了每个朋友都是
很真诚，都是很爱他。所以后来我现在原则就是说，其实我真的觉得每一个真正爱他的人，那都是我的朋友。我现在就真的这么感觉。对，你所看他以生日会说的不就是这个话吗？对吧？没错，他就是这样说，大家就会嗯成为以后很好的朋友。嗯所以其实我挺珍视这段经历和这些感觉的。追星我觉得是一个有趣的过程啊，然后把大家聚在一起，大家可以一起谈论，一起聊天。可能你旁边坐的，就可能以后成为你的好伙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很多时候到了一定程度，可能你喜欢的这个明星他的热度会退去，或者是你们也会很忙，被生活有很多生活的琐事所忙碌。但是偶尔间一次，哎，你想以前还追过这个明星，你可能在意的是你现在是坐在你身边的这些伙伴们，并不是在意你追的这个人，因为追这个人，然后你拥有了很多志同道合、趣味相投的一些伙伴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改变，应该就是给他买东西吧，氪金这个事儿。这词儿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词儿。就以前的话，对明星那就是买 CD 了，买 DVD 了，我就不会说他代言这个产品，所以我就要去买。这在以前也是不能够想象的。那但是现在做这些事儿，后来。然后后来呢，我们澳洲海蝶不是在他生日时候做了挺多的公益嘛，就这件事也是以前我没有做过的。然后后来好像大家的反响都还不错，都觉得我们这次的公益挺好的，是很好的，非常好，也是很感动。然后买东西呢也是茶店也好，潮牌也罢，我们都是大力支持。所以其实不是说只想要帮助他，而是因为通过做这些事，我想你做这个跟你做 UP 主做视频也是一样的，你通过做这些事情，你会觉得你跟他有所联系。然后也是你寄托思念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是的，对的，是的，也是你就是你抒发你的这个情绪的一种方式。对对对，是的，我以前根本不在网上发表什么意见，我现在天天发微博，每次他有什么好的这个视频，我一定会去评论。就说我以前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虽然我很喜欢唱歌，但是我从来没有让别人听过我的歌，除非在卡拉 OK 里面，我不会去发给别人听我的歌，但是。因为他真的是，这些都是好的改变，对，这些都是好的改变，这些完全都是好的正向的改变，非常好的，就是对对对，然后你这个问题其实也回答了下一个问题，就是追哲你做了以前哪些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我们也把都是从来没有做过，对，以后对会继续做，以后会继续做，这是好的，这些好的改变我们是要。坚持下去的哈。然后呢，这个下一个问题，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对哲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给他？想说的话太多了。我想给他唱一首歌，这个歌就是能够非常的表达我这么长时间一个心境。好，我就唱两句吧。来，唱两句，因为其实真的是。认识他了以后，其实很多歌对我的就是我都有了不同的理解。以前很多的歌感觉不一样了哈。对，非常不一样。我以前看过一个小说里的一句话，我忘了是不是一书的小说还是什么，就是说他失恋了以后，抱着唐诗宋词，每一首说的都是他的心声。是这样子的，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OK， 我随便唱两句。好，来。这个是莫文蔚的那首歌，如果没有你，嘿，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就唱一段。哎呀，真是你的声音就是那种，就是稍微有一点偏低的那个女生，很好听哎，非常好听，有点女中音的，不是沙哑，是有点女中，就是那种声带发声比较靠下一点。
就是那种是稍微其实我深都唱男一点的，生的歌。对，稍微深一点的声音很好听，女生能这谢谢个在这个位置发声的很好听，非常好听。好，谢谢那我问你，那个你最喜嗯欢我们哪个海哲太太的产出呢？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我特别喜欢那个世界上的鲲鹏鹏，他的那些视频，他那些水仙视频，其实以前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这都是新学的知识，什么 ABO， 什么水仙都不知道，就是从他的那个微博里边进了看到，但他圈剪的圈了，视频，很喜欢，他剪得非常非常好，非常有经常情节，是吧？非常有情节，就像是对拍的一样，不是你这个声音凑来剪的。是，他有一个就是讲那个三角恋，就他把龙飞叶、徐静还有周竹三人剪在一起的那个视频，我特别喜欢，看了很多遍。我可能看过，让你一说，我肯定看过。我都是找给你，我都是找给你。好，一会儿找给我，一会儿找给我。那个非常好，我特别喜欢那个。你尝过的那些甜头，都是寂寞的果实。今天可是一位极品美人，她可是周国六皇子。像一个赠品，从来都不假思索。你锐利，口肉越痛，千刀万剐的感情才生动。哇，你有人我要带走。太好了，其实就是要磕什么别人的 CP 吗？我们水仙不香吗？水仙很香的。就是啊，对呀。就是不需要别人，我们自己玩就好了，自己成为一个小生态系统。就是这样子。好的我们的问题全都问完了。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想补充的吗？我就想说，我其实很感恩认识张哲瀚，对，是的，也非常就是很感动，很感恩认识到这个生活中，网上也好，生活中认识到这很多的水母。他用以前他去年的生日会上面讲的一句话：以前的苦难和过去不开心的事儿都不重要，我相信呢，张湛和他的水母在未来的每一天都是康庄大道，这是我现在想说的。好，太好了，好，谢谢你来这个我们的访谈。过去的灵魂，过去的不开心的事情一点都不重要，只有未来才是充满分量的。谢谢你们。我知道我值得，但是很多人也值得，对吧？真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在奋斗，然后都在努力。不重要。我相信呢，张湛和他的水母在未来的每一天都是康庄大道。